民族可以是游团，可以是部落，可以是酋邦，国家只有一种定义，拥有领土主权的政治组织，确定无争议的领土。你不能所有的领土都有争议啊！绿营呢反对一个中华民族，一个中华民族也可以建立3个国家啊，中国一个，新加坡一个，台湾可以一个，为什么不行呢？绿营的主张，台湾已经独立，名字叫中华民国，诈骗集团。一个国家是否独立，最重要的是它的政治跟法律条件。法律条件就是其他国家的任何的一个法律状态。台湾凭什么拥有确定无争议的领土？第一个，你是用武力夺取的吗？国民党军队来夺取的吗？第二个，你是靠实力占领吗？用武力来夺取就会用武力夺走，用实力来占领就会被人用实力赶走。像荷兰人，绿营的理论家讲说，我们的国号叫中华民国，问题更麻烦呢。请问你这个国号台湾人取的吗？国号是孙中山他们当时搞的，是中国人取的吧？对，不能把孙中山当台湾人吧？如果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人可以随便拿别人取的国号来用吗？不行。如果可以的话，建议用美利坚合众国。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因为最近学长也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个民主与国家哈，但写到民主的形成与国家的建造，观之世界历史各地经验哦，有交集有连结，民主与国家不一定等同。那我们知道现代的民族国家会被连用，是因为是一个国家里面出现一个主要民族，然后撑起这个国家的架构，自历史以来都是如此。对，但是西方把 nation 跟民主跟国家这两字放在一起，不，他们爱怎么讲怎么讲，就是说以一个民族为中心形成一个国家，汉民族是最标准的嘛。对，那以前因为民族的形成一定是由血缘加文化加这个什么这个生活习惯所构成的啊。那生活习惯主要是宗教嘛，所以这个汉族形成已经有将近1万多年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我这样开玩笑说歪染色体的作用啊。民主的界限哈，它的扩张是因为人口跟经济实力因素比较多，但是一个国家的产生是军事实力跟政治实力的因素比较重一点。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一个民族可以建立2个以上的国家，这是真的啊。比如说那个 Anglo-Saxon，他建立加拿大、澳大利亚，建立美国。日耳曼呢？奥地利、德国。日耳曼的纯粹性没有像 Anglo-Saxon 那么纯粹，因为日耳曼的定义很广，就大概是东德、奥地利那一带中欧地区的人。一个国家也可以包含2个以上的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很少，像乌克兰一直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听过啊，大部分都会有少数民族。对，像中国也都是一个大民族底下有很多少数民族啊一样的。然后这个一个民族也可以迁到很多国家，像犹太人不这样子嘛？所以那在一个国家也会因为扩张，再包含很多民族。英国扩张也曾经有一度日不落帝国，它帝国底下很多民族嘛，中国其实也一样啊。今天的俄罗斯啊，今天俄罗斯也是如此。所以国家跟民族不一定等同。那我们的争论重点就是，我发现很多绿营的理论家哈，在这个反驳马英九跟习近平的中华民族。其实我跟各位讲，在人类学上用语跟正式用语不一样。人类学上的用语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土地上所有民族的统称。就像我们在历史上我们讲说高山族，其实高山族好多民族啊，对，因为语言文化不同啊，甚至还不见得住高山。对，不见得住高山。平埔族也不是一个民族啊。是因为汉人来的，不用看到高山就看得到的民族，所以就把它统称，那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个人类学定义上以血缘、文化、语言为基础的这种所谓的民族，所以变成说绿营呢认为说要反对一个中华民族，因为一个中华民族也可以建立3个国家啊，中国一个，新加坡一个，台湾可以一个，为什么不行呢？这也不能说没道理啊。对，这也不能说没道理。绿营的主张是什么？他说台湾已经独立，名字叫中华民国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就专门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中华民国专门讲台湾人，绿营不是逻辑上嘛？所以台湾已经独立，名字叫中华民国。可是我就说不客气的话我不可以说这是诈骗集团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是否独立，最重要的是它的政治跟法律条件。法律条件就是其他国家的认可的一个法律状态。然后这个政治就是你有那个实力。确定其他国家都会认可你这种独立状态。那这个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你任何一个国家要拥有确定无争议的领土。就是你不能所有的领土都有争议啊。是，对，你可以有边界的争议啊，什么藏南啊，什么一条河流的争议，或者海外土地的争议都可以有。但是你不能这个国家说，我这个国家
所有的领土都是有争议的。你总是要有个核心领土嘛。对对对，就是要民族可以是游团，可以是部落，可以是酋邦，可以是国家，都可以啊。但是国家只有一种定义，就是说你是拥有领土主权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才叫政权。这个定义是从有史以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不管你是城邦国家、帝国，没有例外，没有例外。然后要拥有确定无争议的领土啊，那现在我们就麻烦了。台湾已经拥有确定无争议的领土吗？这第一个问题，在什么时候确定拥有这些领土啊？是1945呢？1950呢？还1971呢？然后确定无争议的领土有多大？台湾吗？澎湖吗？金门吗？马祖吗？太平岛菲律宾都说不是你的，所以你找不到，包括大小金门啊、钓鱼台啊，台湾的领土每一块领土都有争议啊。如果你说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你的领土大陆说那个领土是我的啊，其他国家有人认为台湾有这个领土吗？也没有啊。最重要的理由是说还有一个，台湾凭什么拥有确定无争议的领土？你说我们的国家是台湾，台湾名字在中华民国，你凭什么拥有这个确定无争议领土？第一个，你是用武力夺取的吗？是国民党军队来夺取的吗？第二个，你是靠实力占领吗？用武力来夺取，就会可以用武力给夺走；对，用实力来占领，就会被人用实力给赶走，像荷兰人啊。然后你是根据国际条约吗？国际条约就是说每个国家认可啦，叫国际条约。说哎，你的领土有这么多，那有争议领土是什么？没有争议啊，这认可你是个国家。我们是国际条约吗？没有，因为那个立营的朋友最喜欢讲旧金山合约、台湾地位未定论，他们等于承认台湾领土是有争议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自己怀疑自己，自己怀疑自己哈，然后再来就是邻近国家有哪一个国家承认你这个确定的领土？你告诉我，日本吗？菲律宾吗？中国大陆吗？还有太平洋更远的另一半的美国，也没有承认你啊。所以你现在就是你就会觉得面对一个很严重。当然有些国民党人说，我们宪法有规定啊，宪法规定什么？你那部宪法是台湾的宪法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现实，而且是一个很难解套的一个论述了哈。我们审视起来哈，有人说我们用公民投票决定啊，公民投票自拉自唱啊，国外不理你啊。对，你领土就有争议啊。那你说我们有宪法条文规定，我们可以自己制定宪法。有人讲说我们换宪法，宪法是你自导自编自导，你爱怎么编怎么编，怎么导怎么，国际会理你吗？也不会理你啊，对不对？所以重点来了，就是说，那立营的理论家讲说，我们的国号叫中华民国，这问题更麻烦呢。请问你这个国号是台湾人取的吗？国号是孙中山他们当时搞的，对，是中国人取的吧？对，对不对？哈，你不能把孙中山当台湾人吧？对，哈。那现在双十节都变台湾国庆日了。他是瞎掰嘛，没关系哈。然后，请问你，如果台湾人不是中国人，不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可以用这个国号吗？如果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人可以随便拿别人取的国号来用吗？也不行。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用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不是中国人，我是中华民国人。对不起啊，中华民国不是国家。我公开讲，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的诉求在国际上是说，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对不对？关键。所以你是政府的国号，国家是中国。然后，所以就国际法来想，它是认定台湾是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政治上的现实，台湾现在处在要决定要统一后独立的十字路口。就这么简单。这次现状是如此啊。那台湾能不能独立，看台湾有没有实力独立。政治跟军事上的实力，对，那如果这两个没有，就甭谈，你就要为独立付出代价。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们要投靠民进党的时候，他们就会打着反共的名义来反中，这样他们很自然可以转到民进党，什么王定宇啦、赵天麟啦，对，顾立雄、段宜康啊，这因为是国共内战留下来的。那这个恩怨，国共内战坦白讲，我不客气讲，我虽然是国民党党员，跟我这个本省人的国民党没有关系啊，那是领导的代际哈。第二个本省人又不太一样，因为本省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后，这个踊跃的这响应天皇，然后出钱出人出力。有人当台湾日本台籍日本是被迫的，有一些，但大部分是自愿的。像李登辉还上血书要当兵啊，还上血书。
皇恩浩荡啊！哎呦，真是你这个是登在日本的马媒体报纸上，还登李登辉的照片呢。他们家还捐钱给那个什么？他们是标准的皇民化家庭。皇民化家庭，对啊。因为皇民化对当时台湾人是有社会地位的提升嘛。对。那我们家是很平常的农民，我们不想提升社会地位啊，我们只想繁衍家族而已啊。那对于这个本省人，他们不理解哈，就是说，当时在1930年代，中国大陆的任何政党，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是要台湾人争取独立的。他说你台湾人哈，只要跟韩国人一样哈，纷纷起来对抗日本人，然后争取台湾独立，我们就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苏联讲过，蒋介石讲过，毛泽东都讲过，这是历史事实。是。然后大陆人就故意装的不知道，我们讲给他们听讲时间地点啊，让他们听。那可是当时台湾人反其道而行，不但没有这么像菲律宾有去抵抗日本人，韩国人抵抗台湾人是全部服从日本，支持日本人。到现在还有人说慰安妇是自愿的，就是这种排挤日本兵的心态。那是惨在什么地方哈？你变成日本人的战争共犯，因为排挤日本兵到大陆上打仗。到东南亚打仗，很多包括中国大陆还有国民党最喜欢讲的四行仓库啊，四行仓库后来投降给英军，那上海日本军进入上海，又把这个四行仓库的军队有一半以上抓去做奴工，送到南洋做奴工，或者在大陆做奴工，结果都找排挤日本兵来当看管的人，就排挤日本兵虐待这些四行仓库的守军，死亡超过2/3。哇，对。这个都是历史记载的，而且是澳大利亚法庭写的很清楚的记录啊。那想想看，你如果是中国人而且中国大陆人，他只有3亿人口，他死了4000万人，那拿回来只有台湾跟澎湖。你现在说你是打败仗的日军的共犯，你现在跟我讲说你要独立，他就直接把你踏平。所以我警告过台湾人，就是说这种历史仇恨不要装作只有你是有问题，别人都不把别人的感情当作一回事。对。